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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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乐啊，其实我想说呢，这个音乐非常的激情啊。其实每次放这个音乐的时候都忍不住唱出来，但是今天这部视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部视频是来自于这个之前你们也看和这个星云小孩啊，这个打的这个 PT990，然后选这个 EX 模式带裸杀，然后和这个传说中一个叫做97当中最龟的一个人啊神龟两人打的一场比赛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刚上来啊，这个板崎良就使出了一个非常猥琐的招式，就是说我用正反手的必杀把你磨血磨死。就这个事儿，你就刚一上来啊，就非常的激情。就是我不是你不是龟吗？你不是防吗？我磨死你行不行？对吧？你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太赖了啊！好，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之前上一部视频呢，一直都说950，这个咱们游戏里面这个990呢是这个950呢是990的徒弟，哎，这个整混了。所以说在之前那个视频里，我在之前的这个也说过了啊。咱们可以看到，刚才呢是利用这个重手的 solo ken， 然后呢打对方的这个气功。所以说呢，这个你像一些这个飞行道具啊，碰见这个 solo ken 啊，算是倒了霉了。咱们看无限漂亮，你看这个无限红血了之后啊，就各种 solo ken 的啊，特别烂。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正好堵对方出这个雍和当夹，然后马上一个重手的 solo ken， 我去你妹的啊！这完全就是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啊！你说这个裸杀这个东西，咱们看下重手 solo ken 无限红血 ，solo ken 升龙 ，solo ken， 这咱们看一下，哎，怎么神龟还像无限连？这个太猥琐了啊！咱们看看啊，这个啊。好的，最后一个直接的这个袭下重手给偷死了啊！这完全不考虑人大家的感受啊！你这事儿我不说大家谁知道啊？好了，咱们看现在这边是第二个人物草剃，可以说刚上来啊，这个两个人充满了火药味，尽管神龟已经完犊子，咱们晕了啊！哎，你看这个990非常猥琐了啊，给人打晕了之后呢，还给他愣了一下，往前走一步，我去你妹的啊！这尼玛啊，这就是给跪了啊！好的，第一局呢，这个990是以这个将近1v3的模式啊，这个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这个神龟呢，上来还选非主流，我撒谎儿了啊！就神龟，其实你们见过神龟用这个八中门，你们见过他用非主流吗？啊，但这个事儿呢，今天你们看见了啊，就是感觉神龟呢，感觉像我是一个一线，我怕你鸡巴用 EX 模式的。这个神龟啊，你看第二局还上了一个这个94的草地啊，你这个事儿，你看啊，就非常赖。咱们看这个94的草地呢，严格来讲呢，它并不弱，它拳脚方面上一般来讲都可以。它除了没有荒咬之外啊，像包括无视必杀，但是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飞行道具，这个飞行道具呢，这个收招非常快，所以说也不见得弱到哪去。不过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一上来啊，这个990是选择用这个千鹤。哎，所以说挺嘚儿的。咱们看这个千鹤是红血了之后啊 ，AB 闪身之后马上，我不知道你是谁，就无限布阵。这招呢，按理说也挺烂，不过确实呢，刚才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看现在这一局，这个990的这个板崎辽上来了，刚才也是无限solo ken的啊。你只有在 EX 模式当中才能找到那种作弊的感觉，就是说我无限气儿，我无限练必杀啊。小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啊。好了，咱们看一下。重手接这个反升龙腿，这一局应该说神龟打的，哎，他还真不龟。你看这一局主动进攻，前打站重腿 ，AB 闪身过来，咱们看现在这边，草剃，你看啊，好的，跑来跑去的，跟这个 MH370似的，好的，又开始了。哎，这个 Bogan 什么意思？他出这个升龙，你们看啊，最后一点出这个升龙，完全是因为他按套路出牌。这个990呢，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就是说他以为对方会跳，但是对方神龟，对方没跳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也是这么回事儿。咱们看现在两个草剃闪身过来重手，好的，直接荒咬二段。这就是说因为啥呢？因为你看我 AB 闪身之后呢，可以有第一时间防御的本领，因为我 AB 闪身，你只要不是投技，对吧？然后我马上就可以拉后防，这个是最赖的啊。好，咱们看现在这一边990呢，好的一个空投。神龟这一局应该有一个8神殿后啊，心里还是很有底的。这个毕竟呢，作为一个非主流出场的莉安娜，她呢就是注重就是打牵制，
主要是我能模拟多少血，然后你跳起来都是大跳，所以说像他刚才这种空投啊，打的是非常的这个屌爆的。踢过来下重手2段踢，好，再打荒咬，这样的话这一局这个990还真有这个翻盘的机会。这个确实是啊，你懂的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一局虽然说都有翻盘机会，但是最后一个八神，俗是八神这个人呢，其实非常的这个，哎，这神龟，其实我觉得神龟应该玩无限鬼步啊。如果他看见这个传说新营小孩的比赛啊，他应该练无限鬼步。但神龟呢比较讲究啊，那个时候估计神龟呢可能觉得也无所谓。咱们看1-1平，啊，1-1平。这样的话，咱们看看现在还是千鹤，然后板崎良加上这个哎，这次990没有选择草剃精，而选了一个八神，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啊。咱们看还是这个选择板崎良首发，咱们可以又发现，只要红血就是各种骚包坑的啊。好的一个前，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板崎良的这个前真的啊。他一个前跳过去，他不是跑就是跳过去，但是跳的是非常远。好的，打击头接跳 CD 的时间，第一时间没有跳起来，所以说跳 CD 没有打中。咱们看现在 AB 闪身过来一个满气，再一个直接的敲小背。这边八神总想找一个突破口，但是板崎良现在打的有点滴水不漏。好的，八神抓着了机会，回身切防过来一个钢 CD。咱们看一直往前移动啊，这个。可以发现这个990呢，他把这个距离算的还是很好的。好的，下球腿前跑一个直接的投界，空中一摸，再一个下重手。这一局呢，应该说你看他利用这个前啊，特别给力。很多人觉得，哎，我说板崎良这什么招？很多人总以为前是跑，但是在 EX 模式当中，他是往前跳一下。尤其是像板崎良啊，这跳得非常的快。咱们看现在这边，哎，开始玩沙子了。好的，一个直接敲小背，然后满气过来，一会儿要红血草剃精。好的，打击头，跳 CD 过来，前打下盘。这个站闪身的是躲对方出招，比如说出什么荒咬之类的。下重手，再反摇手，这个架招，前倾手回身重手，再重手。这板崎良打的滴水不漏，你看，好的，这一次前倾手终于是被对方升龙打中，后躲开一下，打一个轻功波。长一下气 ，AB 闪身过来，这手出气功，骗了对方一个钢 CD。可惜呢，最后呢，这边草剃呢还是打了一个下轻腿啊。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啊，非常猥琐。只不过呢，这个990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牵制的本领。如果说他刚才那种情况下，再一个闪身就好了，或者说再一个后。咱们看这边千鹤。这个千鹤的前啊，就是速度非常慢了。好的，跳轻腿，直接发布阵，然后追击。这就是说，你看，这是我裸杀，怎么的？我裸了，怎么的？我还裸体呢，是不是？你这个事儿啊，裸体97啊，你说这个事儿太赖了。这样的话，咱们看现在这边莉安娜神龟明显一下懵了啊！你看他打几个小轻腿，这点血，人家摸他一下多少血？一布阵过来抢空，再长气，然后出升龙。这边990打的套路啊，就激怒对方。看，人这出升龙 ，AB 闪身，然后出必杀，站重腿呢是第一时间用位移的招式呢是让对方不敢动，然后用这个必杀去磨他，再出升龙，倒地过来，哎，挑衅，挑衅啊！这个啊，咱们看啊，这个助词过来，再打底盘，直接下重手。这一局神龟啊，应该算是。神仙也难救了啊！你这个事我不说谁知道啊？就是没招了，没字了啊！就是2-1，这个比分非常的2-1啊！这个好了，这个事实上我只想说啊，就是如果说你跟神龟打，你要能揍他的话，就是说因为神龟太龟了，你要能揍他的话，如果你要跟1P打，我感觉你不是揍他。我感觉你是杀了他，然后再自杀那种感觉，就是我把你杀了，然后我再自杀，行了吗？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打起来非常的揪住。咱们看神龟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上主力，但是他这一次呢选择了3个小5强啊，大门是他的主力，然后呢这个草地跟红丸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咱们看现在这边这个990选择八神，我去 ，AB 闪身抓萧峰，直接重手八日女，这打的非常嚣张啊！这样的话可以长气。啊，你看八神啊，这个长气的时候啊，这个头发一直在飘，就很少有人看见八神那个刘海啊，就在空中飘。你看，
贼鸡巴帅啊！这事我不说谁知道。好的，站轻手站重腿。按理说呢，应该说这个八神打得非常有趣儿。你可以看到啊，抓过来之后一个 C 头，然后掌下气儿抢空。暗勾手、站轻手、站重腿，这个站重腿呢，就是第一时间站轻手，因为站轻手打不到你，很多人潜意识当中认为你打不到我，然后我就可以继续压制你。但是对方站轻手之后，马上跟一个站重腿，这个是非常赖的。这样的话，咱们看现在这边闪身过来掏一下，再抢空 AB 闪身。其实呢，这个八神的萧峰啊，需要的距离还是很近啊。当然，这一次抓过来，再抓过来，重手接不上啊。再闪身，再重手抓过来。还我感觉一批玩的洋沙子啊，给他机会抓他抓不住，然后裸杀裸一个准儿，我去！你看啊，反摇手，然后直接把是你，不是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咱们看现在，上来就是一个跳地下轻手接抓，这样的话，这个八神是白送。但对方是第一个人来神龟，别闹了啊！一个 Profit， 咱们看这个大门呢，毕竟呢还是作为翻盘一个好手，尤其是有指定头的人打 EX 模式啊，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咱们看现在这边樊奇良，好的一个被入式，被对方打了一个3连，伤害呢也是挺多。咱们看现在这边踢一脚，好的刚 CD 回身再掌气，反摇臂再掌气一个气功，但这个气功打的有点早了，原地起一跳再拼。其实现在拼血的话，1P 并不吃亏。踢一脚再升龙，而且呢有 counter， 还有下意识的跟了一个反摇轻腿，再出升龙。好的，最后呢大门是一个前反摇前手跑抓。这样的话天地反之后呢，给了自己一个翻盘的机会，但是毕竟呢，打千鹤的话还真有机会，因为毕竟一对方千鹤还是 EX 模式，二是本身大门打千鹤就有特殊的 bug 阵，所以说咱们可以看一下拆头过来跳臂。这个哈喽什么意思啊？好的嘛，有气儿了。蓝之山，咱们看这一次神龟抓住了一个非常致命的机会，还有一个 bug 阵。好的，震过来，血量差不多。千鹤现在有气儿，一个必杀过来，踢一脚无限气儿，再出必杀。好的，后跳轻手神龟，大门啊，这个反3反的非常的漂亮。可以说呢，这个反3呢是非常的增加这个士气的啊。两个人打成了这个2比2。这样的话，这个990呢，应该说大意失荆州啊，确实是啊，这个确实非常大意。这样的话，放弃了八神，还是选择了用这个草剃精。这样的话，还是千鹤、板崎良和草剃精的3个人组合。咱们看这边的神龟是草剃首发。好的，咱们看现在这个草剃过来，好2段踢，保利嘎雷撒埋，再一个大升龙，这是一个非常民工的连接方式。但是呢，伤害非常好，这样的话对方红血打下盘。闪身过来，再忍，好的一个地头，这个地头切的非常准确，而且本身普通头呢 EX 模式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拆头，所以说呢这个头技打的也是非常的及时雨啊，否则如果刚才红血的千鹤那打起来那是相当的变态。好的一个直接的小背打下盘，他还有一点木鸭的这个感觉啊，下轻腿之后呢一个下重手，看样他想下轻腿站重手接这个正摇 A。好的，敲背，前击手打蹲防，再反摇手打破防，再敲小背。可惜啊，这个敲背这个招式呢，打血不是很多。咱们看现在踢一脚，再反摇 A 下盘2点，神龟这一局气势非常旺啊，一个无视的必杀。看到这一局已经红血了，但是板崎良没有想要练这个好的这一个前跑，这个前跳抓，应该算是一个极近的这个抓。因为呢，这个加上自己本身就有这个满气的这个属性，攻击力也是非常高，所以说咱们看现在这一局，1P 呢这个虽然说劣势很大，但是并非没有机会。咱们看现在这边草剃过来，这个红丸过来，红血了，好的一个博根直接搜博肯，好嘞，又来了，在这个闪身还敢闪身，男人低色溜，好的这个站中腿打的有点这个拼的嫌疑啊，但拼的非常准确。没想到这个下重手啊，这个1P 有点着急。咱们看现在这边红丸下重手，你看这个草地的下重手判定确实非常的高。这一局1P 打的牵制非常好，20撩空，第3式飞腿，直接拦住，打了一个 Profit。这个红丸基本上是白送，但是对方最后一个人物是大门。
所以说这一局呢，神龟的大门啊，因为在上一次啊发挥的非常的好，这一局呢咱们也说不准，因为 EX 模式毕竟它没有气留下来，好在大门也没有气，下盘过来直接荒咬，现在赚了小半管血，果断的EP呢稍微贵一点，二段贴这EP打的有点好的荒咬，第三是跟腱，大门到现在没有气，芊芊要跳抓，最后一点血，第二是溜空再飞腿。一个 EX 模式我就不用跳，我在不用跳的情况下，因为它没有小跳，它只有大跳，它在不用跳的情况下，它居然能够把一个大门打成这样子，尤其是神龟的大门，咱不能说神龟是 S 级选手，也不能说他是一线顶尖，但是他一线啊在巅峰时期应该是有。主要一点呢，就是说他大门啊是很龟，但是这种情况下也能被人打死。但是这一局神龟他也上 EX 模式了啊！你说这个事儿就是掏上了啊！等看这个神龟，好的，被一个地头过来，闪身想要抓，距离比较远。咱们看现在重手按勾手，这个神龟也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师夷长技以制夷，什么意思呢？就你也用是吧？我也用，操，咱就干啊！好了，这个但是同样这么玩，还有鬼步，看啊，这个板西拉还有鬼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重手打击头跳 CD 之后一个鬼步走过来 ，AB 闪身，然后不出招，对方一个裸杀，马上呢是给予还击，所以说神龟呢有点想多了，他有点。咱们看现在连续的踢，谁都不敢大跳，但是这EP大跳回身被踢了一个腿把，两个人都满气。这个红丸，这个神龟想的是什么呢？因为红丸裸杀比较厉害，所以说神龟想法比较独特。这个，怎么看呢？好，不要这个，我搜不看。但是神龟也可以 AB 闪身，怎么看都满气。这个站轻腿打的有点，怎么说 EP 有点送的嫌疑啊，这个啊，这样的话怎么看看？这个两个人打得非常的恶心，但是事实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一局红丸，好了，抓过来。在长气，你这两个人你看无责任长气啊，就这么个情况。就很多人说，哎，这个我5强，什么叫5强？5强就是最起码有一点就是可以无责任长气。那你嘛，那所有人都选 EX 模式，所有人都可以无责任长气啊，你这到哪说理去？咱们看现在这边，这个草地在找机会，下盘 AB 闪身。好嘞，咱们看这边前跳，这个现在神龟也开始玩心眼了。好，闪身过来，好的一个雷光拳裸杀，都长气。这红丸跳过来，闪身，直接大蛇体漂亮，一个直接的4连，这还想接站重手，闪身过来，再这裸杀。我受不了了，这个神龟想的有点多了啊，这个神龟他觉得雷光拳无敌了啊，但是对方也可以闪身的，大哥。好的，两个人都闪身，想要烫 AB 闪身过来，但最后一点还有判定。这个草 T 的这个 Max 的大蛇 T 啊，确实有它的优势，它的延迟判定实在是太长了。它最后那个 VREI 升出去的时候呢，是有很多点判定的，所以说就算他 AB 闪身，他第一时间也要防，否则他就会被最后一点打中，对吧？所以说咱们看现在3比2之后呢，这一局这个990两个人都是千鹤啊，这个好，我不知道你是谁，一个 C 头，下重手助词，哈，这两个傻逼都练必杀，这神龟不合适啊，神龟不知道怎么裸杀才猛。等下下盘助词过来，一个 C 头，神龟还在找机会，好的，这个机会杀的很好，直接裸杀，神龟也无限气了，再裸 C 头，这好了，这边也无限气，漂亮。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就会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是谁啊，这尼玛啊，太嘚儿了啊！我给他俩起个名叫泰森的弟弟叫泰嘚儿，学名他太监啊！你说这事儿我不说谁知道啊？好了，这样的话怎么看？现在这都是 EX 模式啊！咱们看这个990。好了，这八神对千鹤，上来就是一个跳抓，这个八神看看 AB 闪身想要抓萧峰。这个EP不愿意下这种助词接第2式啊，觉得还是有点浪费一点血量。AB 闪身直接必杀，直接打跳臂打对方蹲防，但是对方能量闪身。现在
千鹤还是占很大的优势。神龟，就在我不知道你是谁，一个 C 头，在掌气，就裸杀漂亮，这个8神裸杀正好是打中了对方站住手。这样的话，安勾手这千鹤肯定是不能跳的啊，一跳必死，你就记住啊。咱看两个人谁都好的，闪身过来直接出裸杀。这我不知道你是谁，这是89杯。这个89杯，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大哥，你也太顽皮了，你这89杯谁给你的勇气，谁给你这个魄力让你放这个必杀的？我想问一下，咱们看好了，两个千鹤，这个。好了，红血了。好了，我不知道你是谁，这必杀。哎，这个顶门一针的啊，对于这个常玩 ADV 模式来说，顶门一针的最好的破解方法是在对方摸过来之前一个后跳，尤其像龙二可以后跳 CD 啊等等之类的招式啊。所以说刚才的这个，哎，咱们看现在，开始长气，这个 EX 模式长气的速度很快啊，跳过来闪身出必杀，直接刚回去。闪身，但是被投。好的，两个人都互有千秋。你再直接出必杀，这千鹤抓住了一个必杀的机会，抹血抹很多，踢一个翘轻腿。但是现在，再出宝感，神龟找到了这个游戏的要领啊！我觉得神龟用了这个模式之后，神龟更牛逼更龟了啊！就这个事儿，你看他的必杀用的也炉火纯青了。这样的话，咱们看这个990，前天想要跳抓，这个就没有板气凉快了啊！掏过来。再前跳，你这个大跳没招了啊，跳的太高了。再闪身，踢一脚。你看看这个神龟，对方有飞行道具，你看你这有飞行道具，人家有飞行道具，你老练必杀让人打活靶子，你这不扯淡一样吗？你看这你就老想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真身往前跳，那有个鸡巴用啊是吧？啊不，我不能说脏话啊，就这个事儿啊，那有个卵用啊。咱看现在好了，这一局神龟的红丸。这个8只女，其实这个男人第46可以破这个8只女的啊。再出升龙，连续2次counter升龙，神龟有点神龟怎么不龟了呢？神龟啊，漂亮，一个超级的雷光拳990，但是这个雷光拳你在开玩喜啊，神龟，这个雷光拳你是上来卖萌的吗？壮年轻想款小伙是吗？这神龟太嘚了啊！4比3，神龟到最后一刻啊，显得有点不那么理智啊。这样的话，怎么看神龟8神大门，不知道选谁了。好的，他好像还是选择了这个 ADV 模式啊，还是选择这个 ADV 模式。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看到神龟好像不太习惯啊，就是这个神龟说了一句粤语：“我们送你呀，我们送你哪呀？”太嘚了。好了，直接跳 CD。990再踢一脚，他把每一次对方起身要练的招，你看这个敲小背练的都非常的准确啊，所以说打的时间比较长，对方想要干什么心里有个底。后撩过来再敲小背，这个升龙呢就是他有点赌失误了，对方并没有起跳。咱们看现在这边踢再反摇手，哎，这个后闪身。这个后闪身啊，990浪费了一个气儿，踢一脚，反摇手啊，好的，直接抓住了对方一个蹲防，跳 C 接上了萧峰，回身的一个8只女，这样神龟呢还算是占到了一点小便宜啊。好了，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人说这个 EX 模式怎么还有能量闪的这个效果？它就是在有满气的时候，红血不行啊，必须在满气的时候，然后呢，它可以有这个像 ADV 模式那种向前闪的功能。但是呢，它如果说平时让它闪身，它闪不了。好了，这局神龟要爆，神龟这一局8神，好的，再一个掏裆手，尽管呢1v3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实际，因为呢自己只有一点血，不过呢至少呢这一局基本上神龟可以一雪前耻了啊。咱们看现在这边千鹤闪身过来出助词，再前一跳被暗勾手摸到。咱们看现在，你说这个哎，神龟学精了，我就暗勾手，就是谁中我暗勾手，谁就跟我走，你知道吗？就是好的，你看在后暗勾手没招，身后有个影子，而且一有影子的话，你想啊，肯定是 counter。
所以说他肯定不合适，打血非常多。咱看这个莉安娜穿个牛仔裤，但是她这个牛仔裤有点勒啊，可能最近莉安娜有点胖。你看勒那地方勒裆部勒的。咱们看现在好了，这边莉安娜宙斯过来，身上现在EP呢明显是不敢跳，因为莉安娜有一个非常强劲的空投，这一点也是在空中制霸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这个990它只能利用无责任掌气加必杀，以及这个包括像祝词之类的牵制 AB 闪身来躲闪。咱们看现在这一局神龟在非主流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好的，顶门一针过来，直接 AB 闪身，在前跳 CD 可以练布阵了，但是对方 AB 闪身过来，这样的话神龟呢是逃过一劫，他这 AB 闪身呢显得非常的果断。下手没出助词，漂亮神龟，这个招式打的非常的有这个高手水准。咱们可以看到，尽管被打了一个逆向，但是让了一招下轻腿之后，马上一个前跳地，直接跟 V 字斩。看来神龟啊也并非等闲之辈啊，也不是吃素的。这样的话，两个人打成了4比4，这比赛打得非常激情。这样的话，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990还是选择了，但你看990他打法恶心，但是他排人呢每次都先排，可以觉得这个990有的时候吧，咋说呢啊？好，咱们可以看到这边八神忍一下，好的一个直接跳抓过来，重手接克华3式。神龟呢，刚才那一局应该说八神发挥的非常好，再抓过来，刚长好一颗气，往前蹭一步啊，一定要蹭一步，因为把前轮扔得非常远，重手8日女，然后起身一个暗勾手。这边呢990呢没有，根本就无心恋战的感觉啊！你可以看到一颗气在身上，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处。这样的话，咱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这一局千鹤跳过来，下手助词。满气过来，跳过来，直接裸杀，可以打4个重攻击，但是对方血量还有很多，再掌气站重腿，跳过来下重手。其实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跳过来落地直接出布阵，因为布阵在好像是在3、4帧左右，应该有一个无敌的小判定，就是对方不管出什么招啊，这个布阵基本上在刚才那个距离啊都是发挥出很大的优势。跳过来。祝斯往前顶，这个神龟这一大门有点被牵制，他有点排错人了。如果说他把这个莉安娜排到了第2位，好的布阵之后接跳重腿，再掌气要满，好的满气过来 ，AB 闪身再前跳，但是神龟等着他一个，哎，等会儿，神龟你在卖萌了，不知道他头上符之后呢，他前出了一个大升龙是，他出了一个小升龙应该是，他没有电招就直接出地雷阵，这个是我死累死啊！这个我理解不了了啊！怎么看现在这边打的有点鸡，这个神龟啊！然后看现在跳过来，再跟，好来这边神龟千鹤，好的直接跳地打影了，然后直接出必杀。残血无限，好的，这就踢。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莉安娜的跳地非常远，一个后闪身，直接一个 C 头，而且满身是血呀！这大姨妈来了，你看啊，哈，就浑身是血，就完全不控制啊！好，咱们看现在这边神龟这一局有翻盘的机会，但是看看这边草地，这狮吼功确实比较克，再打狮吼功，直接出必杀，漂亮！这个 EP 现在反而他有点着急，咱们看摸一下，抢空，好的一个 C 头，打下盘2点，再前跳，前倾腿，荒咬过来，神龟一直再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前倾腿再摸到1点，一个夺了土，好的，最后1点血，这样的话一个小残血跳过来 ，AB 闪身，直接大蛇替，直接破防了。死的太惨了啊！这死的比赵四儿他爹还惨了，真是啊！这个我只能说神龟祝你好运啊！这个事儿，我只能说你跟他拼一下，你能憋死你啊？能憋死你吗？你就往前打一个下轻腿，能憋死你吗？能憋疯是吗？太嘚儿了啊！死的太嘚儿了。这个好的，这样的话5比4，990还是领先1分，太嘚儿了啊！好，咱们看现在这边特
特瑞首发，神龟还会用特瑞，我都不敢想象啊这个事儿。好的，闪身过来，再读了图，这边特瑞一个地头，起身忍。神龟的特点呢就是起身打对方乱动，他起身呢给人的感觉想要压制或者想要抓，但是呢他不出招，他往后拉，这招是非常恶心的啊。而这个有的人喜欢赌对方不敢动，有的人就喜欢赌对方敢动，这个是最猥琐的啊！感动中国嘛啊，游剧别动队啊，队长跳成那种小臭臭嘛那样。我看现在这边闪身过来，跳 CD 有 counter 踢一脚，但是这个荒摇打中啊。其实草剃呢，97草剃它的荒咬啊，3段踢这个腿的话，它的伤害啊其实是很厉害的。基本上来讲呢，应该能打到1/4的血啊，所以说这个很牛逼。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好的一个直接的狮吼功，再 V 字斩，神龟原来还有秘密武器啊！一直以为神龟就8朱门，没想到他还有一个莉安娜，这个事我不说谁知道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好的开始助词，右手一摸，远距离牵制。事实上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特别恶心，就在于这个神龟现在可以归了，闪身过来，好的跳臂，哎呀，可惜这个布阵呢，应该说没来神龟，你这个大哥，你这个雷管是什么意思呀？啊，旅客朋友们请注意了啊，如果你有携带危险爆炸性物品，什么火药、导火索。这雷管啊，这那的啊！刚那个雷管发的有点精神病啊！咱们现在这边8神殿后，这个990他就是牛逼就牛逼在他能用 EX 模式在拳脚上面他不吃亏，你这个事儿非常猥琐了。下盘过来，助词再攒气，8神一直想找一个突破口，好的一个萧峰抓过来。准不过来，重手呢接葵花3式，再往前跳，这是一个直接布阵打身后，再打前想打头界。看看这边8神一个残血的状态，葵花第3式扣中小条百合折，但是EP有点反应，没有让对方打中。看看现在下重手一摸，要满气 AB 闪身，再打助词闪身过来 ，EP 的防御力非常的强，哎，但是我刚夸完你啊，就是被对方一个跳 C 直接抓住了这个萧峰，回身就是葵花3式。太嘚了啊！好的，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板崎良也是殿后，敲小背打腿棒，板崎良打的还是比较稳。好，咱们看现在一个远 C 接8之女，神龟现在开始玩技巧了，神龟啊！这个如果再让他抓住一个机会啊 ，Solo K， 不是神龟忘了这招了吧？神龟可能一直忘了对方有一个裸杀的这个 Solo K 的这个事儿了啊！打了这么多局，一下忘了啊！这样的话比分来到6比4，这个必杀打的我只能说神龟祝你好运啊！我干了3年小姐还赔了7万啊！就是太龟了啊！龟字头上一把刀。好，咱们看现在咱们的频道呢也是来了911个人啊，你看这911。好的，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扣过来，板崎良首发打8神，看来这个990比较喜欢用板崎良，要打晕了，我操！不是不是一个 EX 模式的板崎良把8神打晕了，是我死意思啊！这个事儿啊，我实话实说，现场直播的我都啊，我这个事儿咱们看好的下重手直接打击头跳 CD 前倾手打，可以看到前倾手的时候，这个大猪出了一个五呼的声音，也就是说他想要打 AB 闪身。咱们看现在打过来站轻腿接指定头抓，咱们看在前，哎，这个大升龙990赌的有点不太好了。看看现在下盘在后前手。再往前摸，这又开始了，哎，但是能不能扣死？漂亮，正好扣死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假设再给他一丝血，这个板崎良没准啊，就是不得了啊，不得了啊！这真是啊，从小就有这么一个横练的筋骨，将来要是让你打脱了人督二脉，那还不飞龙上天呢？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好的，骗 CD 反击，直接一个毒咬3式。看来跟你这么有缘啊！这个独门秘籍啊，如来神掌。好的，一个直接的飞腿过来，一闪身直接裸杀，
这个裸杀其实很恶心啊。草剃的无视必杀，严格来讲呢，它可以这个磨血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很少。这个大猪想的有点多 ，AB 闪身正好是被对方必杀给打中，没招了啊。好的，咱们看现在，这bug阵都不会了，这个神龟。好的，第二是撩空，直接没有火带跳地，其实也可以耐落落。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踢一脚往前鼓，打下盘，好的一个直接的荒咬三式，二段踢有反应，神龟再打二段踢。这边第二是撩空，还有接站住手啊，就无限二段踢。这边990打得非常的奔放，后往跳，再往前跟。这神龟战臂捡破烂都出来了。咱们看现在在掌气，你看这个掌气一点招都没有，无责任掌气。哎，这个超必杀是想的有点多啊，这个990最后一点血，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哎。Adio Kinda KO 就time over where is Diamond 啊，就这个啊，你说揪住了啊。其实神龟呢还是有一些人格魅力的，你怎么的我就对吧？你不录吗？对吧？我俩就有事儿了，就怎么就这个事儿好？哎，上来一个助死可不好啊。咱们看现在摸过来，远距离助死，往前跟，好的大门还有机会，腿把过来，这个前头上扶是谁给你的勇气？你不知道人裸杀起身第一时间人就是干嘛？成田火车站嘛。你其实刚才那种情况下，你不如直接出指令头，还能稍微好使一点。7比4，我龟现在有点龟过头了啊！这咱们看一下啊，神龟上了一个包子，看来啊，所有龟的人都应该用一个人物叫啥啊？这叫追全从啊，就是包子，你知道吗？好了，用空当夹，连续的踢，还不敢练天龙，看我见啊！后闪身啊，开始出必杀，跳过来，这地龙也牵制不了了，因为这个千鹤有原地闪身，所以说你想磨我血，我还闪身呢，你能拿我有什么招？好的，刚 CD 2点出气功 AB 闪身啊，大秧歌有点操作失误了，下手助词。再掌气，咱们看现在这边，好了，顶门一针打中，踢一脚，再掌气，满切必闪身，再出必杀，这太赖了啊！真事儿啊，你就是无责任攒气，然后必杀，然后趁着必杀我要你命，你这到哪说理去？咱们可以看到 AB 闪身直接必杀，这个包子还非常傻的往前走。咱们看现在大门。哎，我不知道你是谁，下盘3点。好，咱们看跳过来想要抓，但是被拆，是因为现在呢拆头的反应速度明显是跟他打完之后练了很多啊。好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bug 阵，这就是说呢，像打这个钢 CD 之后呢，可以有一个打千鹤的起身 bug 阵，因为千鹤呢它起身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这个时间非常慢的这么一个特性啊，千鹤起身时间是最慢的。好的，直接踢过来。再忍，这边990草踢被踢，这一局大门打得很旺。图了图过来，直接荒咬，回身再跑抓，有 bug 阵，跟反大圣龙、小升龙，前再抓，漂亮。这样的话，其实正常的话应该爆气，但是神龟打的还是有点节省。你看何苦来呢？你说你是何苦？你最后你刚他一下能憋死你，不是你直接爆气能憋死你吗？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但是他最后还是刚 CD 了，不过也行啊，能赢就行。好的，前冲2个跟反，这是像2个当兵的和这个板崎良东丈这4个人都是2个跟反啊，起身时间是一样的，跳过来打下盘。好的，有 counter 这落地直接反手，7比4连胜3局之后，这局神龟啊发挥的是非常的好。严格来讲呢，这个大门啊，还是很靠谱的。你落下来，你想抓我，你想要打我没有用，你只要不在空中踢我，你要马上落地踢我都不好使。你只要不在空中踢我，我反完手第一局的落拉后，你就拿我一点招没有，就是压线，就是干。这样的话7比5，咱们看现在神龟这比赛啊打的也是开始
越来越激情啊，激进也可以啊，激烈也可以，怎么说都行。这个神龟啊，连包子都上了，你想想还有什么事儿他做不出来啊？咱们看现在出气功，这一局包子归的还是比较准确，尽管吃了一点点的小亏，但是对方吃的亏更大。前进手打蹲防，闪身过来，下手出气功，再跳过来，这个。刚才你们看见没有？神龟刚才已经出天龙了，但是呢，由于天龙被破防，所以说一下就取消了。其实这种情况下很少见的。咱俩跳过来，踢一脚，直接裸杀这个龙虎拳。咱们看现在出气功，有无限气儿了 ，solo 看，来你用不能夹呀，来呀，你不夹吗？哎，但时间快到了，时间1秒，好的，神龟直接出了一个天龙，完全不考虑这个板桥的感受。这样的话，板西良呢，其实可恨自己为什么红血红的这么时间这么短啊？否则在远距离我就轻手必杀，其实这招很赖的。好，咱们看现在荒咬过来，好的一个小升龙，直接出必杀，这就为了磨这么点血啊！跳过来，好的，哎，跳重手应该重手接毒咬。好的 ，AB 闪失之后马上一个大升龙，因为大升龙架招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展气闪身，然后直接一个大升龙，非常的准确。好了，看看现在这边大门二段踢，大门在想招，一直在忍。这一局大门，好，刚想说你要忍，你就乱动了。你看一匹轻易啊，他不会跳的，就是利用一些招式来跟你对拼。这样的话可不合适，哥。你那一下血不多，好的2点，直接接大升龙，再2点，直接飞腿，看鬼步，后一个鬼步往前冲，想的挺多。前想要抓下盘2点，没有接齐下重腿，再一个荒咬第20条空，回身就是一个飞腿。这个大门这一局应该说吃了太大的亏啊！你就本身呢就没有发挥出大门拳脚方面的优势，你跳过来就是被对方荒咬给堵，太准了这个1P。好，咱们看现在八神第3式扣过来，打下盘，跳过来，好的抓过来，重手前倾。你这种情况下，你这种情况下你还加前倾手，你这关键时刻放出大狼狗，我就感觉你神龟你70年出生，非说今年19，我就是说我都给跪了啊，这个神龟啊，你就无敌了都啊。好，咱们看现在这个7比5之后，这一局两个人都是最后一个人。八神，好的回刚一下，腿把，好的打牵制非常不错。990这一局稍微有点吃亏，闪身过来再被摸，没有气儿，否则刚才一定会出布战。再好的满气了，空中再抢空，跳过来想要抓。千鹤呢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后跳 CD 卡空落地再抓一个鬼步重手，好的还打了一个重手接这个秦月音，还秀了一下啊。其实这个重手接秦月音打千鹤是非常好的，当然角落里咱先不说啊，角落里不算。如果非角落里的话呢，他重手一个必须得是重手，因为他远 C 是接不上秦月音的，一个掏裆手接秦月音，一个原地跳 C 马上暗勾手是打不可防御波。这个呢希望大家也能理解啊，也能记住。咱们看现在这边包子还是打首发，神龟是连胜2局，主要的功臣呢应该算是八神。咱们看现在打下盘再被摸，这一局包子有点吃亏的样子。后好的躲开对方的裸杀，这个包子啊，你看一下，好再前跳被升龙，1P现在根本就没有吃什么亏，跳过来直接裸杀，直接好的裸杀完之后呢，第一时间出下轻腿。其实裸杀如果对方没有气，然后在防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第一时间可以猜，第一呢是跳轻腿打蹲防，第二呢就是下轻腿打对方站防。所以说这个东西呢，理论上来讲也是靠猜。你猜对方怎么防，对方猜你怎么打，就这么回事儿。但是大部分人呢都喜欢蹲防，所以说一般的啊，像正常情况下都是第一时间出跳臂、跳轻腿，然后打对方的这个蹲防，然后呢出招。咱们看现在这一局，990的千鹤发挥的非常的稳定。这一局打掉包子之后呢，还有一个大门，基本上也是占了很多的便宜。再重手一摸，再展气，开始归出大升龙。再攒气满气过来之后，
前 AB 闪身，再跳过来直接必杀。好的能量闪身，好神龟这一局打得非常漂亮。扣过来之后呢，还有一个 bug 阵，但好像是死不了。最后一丝血，杜蕾斯让过来一个必杀，时间5。好的，在最后的时候，对方前跳落地，打了一个下重手的铁头功。其实我觉得神龟也是到后期，就是其实他一个字儿，主要是想跑。看看现在这边的板崎良，前冲，好的跟反2点，直接出地雷阵。这是打的开始秋入了啊！跳过来再摸，好的非常远，这个距离很远啊，掌握的也非常好，正好对方出 Bogen。出这个气功，然后马上抓住了一个这个蓝之山的机会，无限气儿反摇地下重手打击头，这个反摇地就相当于一个位移的技能，主要是为了这个快速的往前走。咱们看现在这样的话，这一局又出现悬念了，7比6之后呢，到底是两个人打成了7-7的这个情人节，还是怎么回事？葵花3式顶过来暗勾手，闪身过来再闪身。板崎良现在没有什么套路，被磨成了杜蕾斯。好的，最后还是刚 CD 打死。这样的话有意思了啊！你看啊，这些草剃，哎，刚开局就送了一个抓，鬼不过来重手，好的想打这个所谓的不可防御，但是对方起身 AB 闪身扣过来，再跳 C， 这一局EP要贵呀，刚 CD。看来有的时候啊，这个被压的还挺惨，最后伯利嘎被跳 C 打中，这样的话这一局EP啊有点惨了，两个人又打成了情人节，这个比赛啊越来越一发不可收拾啊，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你懂的啊。这样的话咱们可以看到神龟真的是啊把自己的龟壳扔了啊。好，看看现在7比7之后，神龟呢也是连胜3局，这样的话看看。千鹤闪身想要出招，但是被气功打中。这样的话，一个小4连，小半管血，下手再助词过来，前跳直接裸杀，前下轻腿，2个下轻腿就是主要为了打对方的战防。AB 闪身再出必杀，前追人。好的，这边包子呢是一个后头 C， 但是很可惜又是被对方打了一个 C 头，跳过来直接跳 B 下重手，不死的话还能再接一个助词下扣。这样的话，这一局千鹤是基本上是大胜对手啊，因为这个将近满血的状态。看看这边的大门，好的一个小升龙，来开始玩阴的了啊！头上符，不抓地雷阵，结果呢想要前冲，被对方一个裸杀直接牵制，跳 CD 卡空。看一下，是踢2脚往后拉。踢1脚往后拉，你看啊，慢慢往后走。好的，直接出必杀。这样的话，哎，没连上，哥哥，再摸一下掌气，前想要投，助词，再掌气满了，助词过来 ，AB 闪身，再跳过去，直接必杀，前追人下重手，再出，好的，再往后拉，时间还是10几秒钟 ，AB 闪身想要抓，但是这边千鹤完全没有给他机会，直接闪身过来想要抓，我直接出助词。他这是一个重手啊，你这没招了。咱们可以看到大门啊一直在追人，结果呢，这个没想到对方是重手的助词，很可惜。好的啊，直接抓过来，鬼步接葵花，站轻腿再跟暗勾手，抓过来，鬼过来重手接他葵花。千鹤的这一局上来几乎是送了，所以说重要的看点还是这个八神到底能不能翻盘。这样的话，咱们看看现在这边草剃前后左右走，又是第2式撩空飞腿，好的跳地抓过来，小蹭一步。这个并不是鬼步啊，因为他有气儿，他重手呢接葵花2式掏裆手。不过后续的连招稍微的有点不太给力，没有牵制住。草剃满气之后，咱们看现在连续的下轻手挥空，闪身过来，鬼步过来重手前一手跟抓啊，不过他不跟抓也挺好。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八神啊，应该算是因失误得福，抓过来重手前一手，再前跳 C， 或者说他就是这么一个套路。他重手前一手之后，马上一个横跳 C 打对方蹲防，想法挺好啊，对方也欣然受用。这样的话，这一局神龟又有反3的机会，反摇地过来，
看看现在下重手防空，板崎良现在在血量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前提手再打蹲防，神龟现在应该算是步步惊心，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好，咱们看连续的踢，掌气过来出这个升龙出的有点开玩笑。好的，下重手再出这个气功，这样的话这一局神龟也是望尘莫及啊，最后8神贴不着边儿，根本就摸不到对方人啊，所以说也是挺郁闷的啊。好了，这样的话咱们看一下8比7，尽管神龟是连胜3局追回了比分，但是最终呢还是让对方再次领先。这样这一局神龟上大猪了啊！神龟终于又上了自己的另一个主力啊，不是另一个主力，他是上了自己的绝对主力。朱门8啊，这个也叫猪八门啊，猪八皮啊，也还有那个2阶唐红丸，就猪八戒组合啊，大猪8神加2阶唐红丸猪八戒啊。走啊，现在这一局呢是8猪门组合。好的，这个裸杀过来，3点重攻击，再掌切臂闪身，远距离助词。这觉得1P总是莫名其妙的说哈喽呢啊，觉得这个是也是挺嘚儿的。好的，这个刚 CD 呢也是很正常，因为毕竟呢对方一丝儿血，毕竟这个气你也不能留到最后，刚就刚了啊，就直接刚死。好了，看看现在，哎，刚上来就送，这样的话是抓过来，然后再打 bug 阵，可以多长一点气儿，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很多人觉得抓蓝针山直接抓死，其实这是你像有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必要，你直接一个蓝针山。第二式切主反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抓一个手动的切主反，然后呢再 bug 阵，这样的话可以多长气嘛。因为第2个切主反呢它是不长气的，你只有用手动的切主反才可以。咱们看现在这一局大门占优势之后，踢一脚，好的站轻腿接捡破烂，想要打一个起身的 bug 阵，但是没有成功。看看现在下盘再保了一个。好，2点，大哥，你还没红血呢，你想练超必杀，你这不能开玩喜呢吗，大哥？但是说他不是这样的，他刚才那种情况下应该什么呢？应该再接一个荒咬1式、荒咬2式，可以再接一个荒咬1式、荒咬2式的，因为第2式是火，而且高度也够。但他练了个大蛇替啊，咱也不知道他是练错了还是怎么的。如果说是红血的话呢，可以下轻手挥空接大蛇替，很可能啊就是会变成这个他斯的 over 啊。但是说因为之前呢没有连招也就无所谓，因为打的屏幕非常卡，2次跟反地雷阵神龟这一局大门，在这个刚开局抓住一个蓝针山的情况下，把对方扔进了角落，然后直接就是把对方一个秒杀 AB 闪身，重腿头上扶天地反跟反2次一个地雷阵，直接秒杀。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大门呢就是利用最后的切主反打对方背向自己，然后 AB 闪身则左右，这也是一个非常用2P的话呢是一个非常这个通用的打法。因为2P用大门的话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嘛，我不说用大门，用玛丽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它可以打这个逆向。好，咱们看神龟呢首发大猪呢是有很牛逼的优势，下盘再转球下轻手直接指令头，这个下轻手呢指令头呢其实也是有带这个转球的，只是它摇转球的时候也有指令头的操作指令，对方呢只要下轻手一中就直接接上指令头，如果不中的话呢就是下轻手接转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局首发大猪又是获得了很大优势。看看现在这边摸过来轻腿指令头抓，大猪呢也是开局就是开门见喜跳 CT 打对方升龙，对方的升龙被切，又指令头大半管血就直接附注中流，下轻手转球可以磨1点，再出下轻手的时候呢对方是直接升龙抢招，下盘再指令头，这样的话要摔死，摔成了杜蕾斯这个神龟啊卖萌了，最后呢利用一个这个招式，其实这个招式呢刚才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招式能躲过，就是你哪怕你是 ADV 模式你也躲不过， ADV 模式你往前闪身对方坐下来你还得躺，但是有一种机会就是连续2次 AB 闪身，就是 EX 模式的 AB 闪身可以。好的，下手2点 CD 一晃轻手一摸，好的大猪爆气再被打成了残血，摸成了杜蕾斯，最后呢刚 CD 直接刚死的这边的板崎良。这一局的话板崎良
应该说压力非常大，因为对方还有个大门，2颗气棒身。好的，咱们可以看到啊，劈一脚，这边大门左右晃啊。好的，连续的重手收摸，这样的话，这个骚包恨中的稍微有点不值。看看现在，好的，再一个大升龙过来，前打投技，但是被拆。刚才里有 counter， 长一下气之后再往前扑。咱们看现在这边原地起跳，大门再站壁，大门击了，好的震一下，哎，地雷阵，这个地雷阵怎么说啊？他应该再往前小跑一下。结果对方站起身的时候呢，并没有受到这个地雷阵的这个威胁。咱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这一局990确实是有翻盘的机会，但是刚开局不顺，这地方站轻腿抓了一个萧峰，跳过来，抢空过来，再往前跳。好的，有打击头，跳 CD， 鬼步过来前倾手打蹲防，但是神龟一直在跑，现在还说不准一切。踢一脚过来，八神钢前冲往后拉，蓝心良好的一个跳抓，重手直接葵花3式带走。这样的话是8比9，神龟居然是获得了比赛的赛点。之前呢最差的比分呢是7比4，这样的话现在变成了8比9，也就是说呢这个5比1的比分，也就是说在这个7比4之后打了一个1比5的小高潮。这个神龟呢现在还占有很大的优势，这样的话神龟呢现在是有赛点。咱们看现在跳过来，直接的指令头抓，再前冲，连续的站轻攻击。这咱们可以看到啊，板崎良已经练前倾手了，但是还是被指令头抓。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大猪指令头太赖了，轻腿再指令头要红血，好的红了，是一个升龙 ，solo 看，快的 bogan 跳过来，大傻踢一脚，再 bogan。4个骚包，5个骚包看，骚包看，这个哎，等会儿，这根本停不下来啊！这个啊，等会儿小彩旗的时间那个哎，990，5、4、3、1，这真丢你，拖俩。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啊，大龟使出了自己的镇山绝学护击大法，终于是扭转了整个的局面啊！就是来吧，我认了，你把这个事儿，这个到哪说理去？怎么看现在？好的，祝词过来，下盘，千鹤好的前一个 C 头，大猪呢还在蹲在那儿想事儿呢啊，跟他蹲着啊！我今天晚上吃烤肉呢，还是吃火锅呢啊？对，想多了，最后呢被一个 C 头直接投死。怎么看现在这边的大门？跳过来，远距离助词，好，再打助词，大门总想往前跳，好的头上符，地雷阵一个小3连，好的，再躲过来前跳地，千鹤呢后来的时候呢有点着急了 ，C 头再长气，满气过来助词，再往前扑，再跳过来一臂闪身，直接出必杀，回身再 C 头，你可以看到他出布阵的第一反应就是练这个投技。就是什么叫练投技呢？就是我要练这个普通攻击，练这个站重手。如果你闪身，我就是投你啊！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干，就成天火车站，就干了3年小姐还赔了10万嘛，就这个意思。这样这局神龟又要悬，8神，咱们看现在跳过来，好的一个抓，鬼不过来，好有 bug， 有不是 bug 阵啊，有这个不可防御波，但是他原地跳 C 跳的有点高了，他不是小跳了。后跳过来，最后一点血，好的前跳 C。尽管这个千鹤是把屏幕拖过来了，但是由于这个布阵的距离非常远，8神正好是抓住了对方转身的那一刹那，回身一个跳 C， 直接解决掉对手。这样的话，这一局2个人都是最后一个人。草踢下重手防空，这一局也是至关重要。摸一下，好的抓过来，重手前一手接葵花神龟要爆，咱们看一下暗勾手压起身，一个不可防。给人一种漂亮，打晕了，站轻手，站重手必杀神龟。最后神龟啊以10比8，终于是战胜了对手啊。但严格来讲呢，这个神龟呢到后期的时候，刚才那个大猪啊是打出气势了。尽管大猪在满血的情况下被对方打成了残血，但总体来讲是赢了。哎，你说这个事儿你对吧？你所以说有的时候吧，真是啊这个。
忍一步啊，这真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打吧，你有认了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情况也就这么个情况。这个神龟呢也是捍卫了自己 ADV 的尊严啊，尽管上了几个 EX 模式，开了个小玩笑。当然这个视频呢也是很有意思，咱不能作为正常的比赛来去衡量。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当一个娱乐或者说是这个笑话来了。当然不能说笑话，也打得很有技术含量啊。但是事实上 ADV 模式不能裸杀，也是显得比较嘚儿。在这里呢不多说，接下来呢，如果说还想看 EX 模式呢，也可以看这个陶小鸭和这个 EP， 就两个人对决 EX 模式啊，非常的漂亮。好了，这样的话，咱们今天的视频呢也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不用多说，咱们下期再见。